敢不敢跟我球比划？老逼灯，老子要跟他过过招。是什么让这两位拳手完全放弃了防守，开始拳拳到肉的疯狂的对轰？可以看到，在赛前两人的火药味就非常的浓烈，眼中透出的寒芒恨不得要将对手生吞活剥。起因就是这个美国的大混子在赛前发布会环节实在是太过嚣张，不仅痛斥他的对手刘文博，甚至还上升到了国家层面。文博当场就要上去跟他理论，但没想到这个疯狂的家伙竟然在发布会现场咬了刘文博的右腿，气得刘文博是当场摔了水瓶，踢了桌子，撂下狠话说：现在的猖狂不叫猖狂，拳台上站到最后的才有机会叫嚣。就是不知道刚才那一口啊，咱们的刘文博是否需要去打一针狂犬疫苗呢？可以看到刘文博刚刚进入八角笼中，眼神的杀气就仿佛要将对手生吞活剥。我不能给中国人丢人，我和美国人拼了，我的大命，谁能抓住我的命？刘文博也是放出了豪言壮志，赛前这位留着鸡冠头、满身纹身的壮汉啊，就是美国的狂徒桑农里奇。可以看到这家伙膀大腰圆，也是目露凶光啊。但是这偏偏的大肚腩和下坠的脂肪胸，不能让我想到这家伙的战力到底能有几何。好的，比赛即将开始，这场非常精彩的中美对战啊，即将上演。这桑农里奇赛前如此嚣张，在这个关节开始临时抱佛脚。哎呦，双方一上来，哎呦，我的天哪！双方直接放弃了防守，开始抓住对方的颈部，疯狂的对轰。真的就像刘文博上开前说的一样，我要跟他打命，就这种不完全不要命的这种打法，我的天哪！但凡缺少一点勇气，缺少一点点的实力，你都不敢这么打。最终这场拳拳到肉的对轰啊，也是以桑东里奇抱头鼠窜为结局啊，草草收场。双方经过第一轮的对拼之后，开始进入了试探环节。刘文博呢是1983年生于中国青岛的啊，是咱们的山东大汉。在13岁时呢，刘文博早期其实是学习体育的，他在13岁时是练的是铅球。在14岁那年，机缘巧合之下，刘文博接触到了拳击，而16岁就成功入选山东省拳击专业队。曾经啊，还获取了81公斤级的冠军，在01年的全国青年锦标赛上，更是获得了91公斤的冠军。刘文博截至2023年啊，大概是15胜5负的战绩啊，其中有80%的胜场都是以 KO 或者 TKO 的方式获胜。他是一名以拳击和摔跤为基础，在站立打击还是地面控制方面都有着非常出色的成绩。可以看到，比赛进行到现在，除了一开始的那一波对拼以外啊，这个桑东里奇一直是在逃窜，几乎没有主动的进攻。可能是他被刘文博上去那一嗓子啊给直接喊怕，被一开始的对拳认可了对手的想要抱摔，有个顶压胯，但是还是被摔倒在地。桑东里奇拿到上位，开始砸拳。不停的劈肘，让刘文博要做好防守，要不这一下很容易开口啊。双方开始决力，桑东里奇依然处于上位，刘文博哎呦开口了，就像刚才说的，这种地面的砸肘啊是非常容易造成伤口的。刘文博现在已经应该是在眉骨附近的那个位置啊，已经开始流血。要尽快挣脱这种不利的情节啊！脚在搭扣，刘文博也想要在地面做出反击，哎，很好，抽身了，成功站了起来，但是被对手顶在笼边哦，这个血已经应该是有一些影响视线了，被裁判叫开。哎呦，这个处决量有一些惊人呐！教练团队赶紧上来帮他擦拭一下脸上的血迹。在场的观众啊，也是不停的啊，在为我们的刘文博加油，刘文博啊！别看桑东里奇大腹便便，但是就目前来看，战斗力还是非常强劲。
双方选手重新就位啊，刘文波擦干净了脸上的血迹，牙套紧紧咬住啊，是，看来要发威了。第一回的比赛还剩2分钟。哦哟，又是一个下潜的抱摔，将刘文波压倒在地。刘文波虽然在摔别人啊还是非常擅长的，但是在防摔方面还是有待提高。双方又开始对殴啊，虽然说这个桑托米奇是在处于上位，但刘文波也是丝毫不虚，以伤换伤，以命打命。被挺到龙边，有机会站起，开始顶肘，要小心不要被对手拿步。多翻身，成功拿到上位，轮到刘文波了。刘文波成功拿背，开始疯狂的还击啊！听说刚才你很狂啊，还让我流血，让我开。哦呦，这几下，桑托里奇没有防守啊，硬生生在硬吃这些伤害啊！我天哪，可能在第一拳被倒下的时候就已经打懵了。全场观众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呼喊声啊！不出意外，应该是比赛结束啊！五星旗已经拿出来了，教练喜笑颜开啊！让我们看一下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刘文波一个非常精彩的鹞子翻身啊，直接将对手反压制在地面，一拳一拳像打桩机一样疯狂的招呼在他的耳根那个位置啊！就这几下，就算打不晕啊，也要打聋了。拳拳到肉，非常的凶狠呐！好的，没有任何的悬念啊，获胜者来自中国山东的刘文波。让我们恭喜刘文波这位年轻的中国小将，在比赛的最后甚至举起了对手的手臂啊，展现了非常优秀的武者风范和大国风采。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本期视频已经接近尾声了，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毕竟这个逆天的匹配机制将他送给了著名的美国黑市拳王金波莱斯利。这个怒目圆睁、头发长反的选手就是美国著名的黑市拳王金波莱斯利。他凭着强壮的体格和出钱不要命。哎呦，打开了，这口子开得很大。对，注意看，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大叔，就是这位英国选手满脸鲜血的最终元凶。他来美国之后啊，是一爪一个小白子，一拳一个小黑子啊。面前还在疯狂叫嚣挑衅的白男啊，就是美国的街头混混，名叫丹尼尔。他叫嚣着说：“中华武术什么都不是，何况是你一位年老色衰的老头。”而眼前这位大叔看起来其貌不扬，但可千万别被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他是山东蛇形刁手的第29代传人，今年已经51岁，名叫王占军。比赛迅速开始，双方一上来就先开始了激烈的火拼呐。这个大叔，你光看德德灵活的步伐和身手，完全看不出来他是51岁的人啊！打起架来丝毫不虚。给你对轰拳拳到肉啊！虽然身材啊身形这一下被推倒，虽然在身形上略占劣势啊，身高臂展方面都不及这位年轻的白人小伙啊，但是你要论实战经验啊，这位大叔可一点都不比你少。这位大叔已经来到美国10年啊，在他10年前还在中国的时候，他就是山东省的武术冠军。也是可以说是蛇形拳啊，在他这一代，在当代也是成功的发扬光大。他把蛇形拳中华武术带到了美国唐人街，开了一家武馆啊，
但是就算是21世纪的今天啊，美国唐人街依然会有不断的有白男上前挑衅。这时我们的正义凛然的王占军王师傅就站了出来说，你们选一个代表与我对打啊，你们要是打赢了以后啊，我们会定时上缴保护费一类，但是你们要是输了啊，你们这个惹事的白男们就此滚出唐人街。双方也是剑拔弩张，火力全开，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家国情怀。年龄已经51岁的王占军王师傅，在与对面白男的高强度对战当中，可以说是丝毫不落下风。不管你是拼拳还是踢腿啊，我都不虚你。但是其实这场比赛对目前他的招式来说有一点的劣势啊，因为咱们王师傅学的是蛇形刁手啊，是以指尖发力的一门武术。但是他们带的是拳套，就会影响指尖发力，不能够做出蛇形刁手的招牌蛇形手势啊，可以说是在武术层面啊，杀伤力直接至少减掉一半。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啊，双方可以说是打的难解难分啊，比赛很快进入第二回合。此时的白男脸上已经没有了刚才，这一拳很重。双方一见面又开始陷入火拼，两拳全部命中3拳。王师傅还在穷追猛打，抱着跟以伤换伤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也要给你痛揍你一顿。这一拳直接让这个白男眼角出血了，实际给他的左眼开了个口子。中华武术有一段叫做打伤，就是要追着你的伤口打，要打疼打伤。当你身上出现伤口的时候，只要我继续穷追猛打，之前那些无所谓的伤势在你身上都会被无限的放大。不知道这个白男这个鲜血淋漓已经是后来的一个程度了，已经完全睁不开眼了。左眼估计现在再不去医院，整个左眼眶都有些危险。本光谱的王占军王师傅还是一脸的轻松惬意，白男也是不出所料的下场做出调整，无力再战。接下来上场的是一名黑人选手美国还真是一个种族多样性非常全面的国家呀。白男刚打一场，接下来又换上了黑人，场面的围栏也是非常识趣的比上了蛇形拳的标志。在教训过那个白男之后，这个黑人也是非常的不服，表示他只是我们的手下败将罢了，现在由我这个帮派的老大来会会你这个古老的中年大叔。但是他可能忽略了一点，这一拳也非常的重。那么王师傅经过上一场的格斗比赛之后，这场比赛明显的更有经验，每一拳都更加的重，每一次出击都更加的精准。这个小黑人在干什么？表演起转陀螺了吗？直接王师傅一个山羊挺身，直接把他扛了起来。说起抽陀螺，我们的中国公园大爷可是最为擅长这一脚，一个一记剃头腿。双方开始了你来我往的拳拳对轰，谁互不相让。这一脚出脚有点太狠了吧，给自己踢空了。王师傅已经开始适应了比赛的节奏，又开始了缠斗，拳拳对轰。这让我想起了当年打过的一场经典之战，双方都放弃防守，直接开启了对轰模式。要摔绊，王师傅被绊倒但是这场比赛不允许使用地面技。好了，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旁边还有教练指导。无神扼杀，就是说，哎，我一个偏头啊，躲掉他的重击之后，转身一个下砸旋啊，将他击倒。Round 2, you know what we do. You ready? 经过几轮战斗之后，我们的王师傅是越发的年轻啊，连头发都长出了不少。比赛第2回合，击。双方第2回合打的都相对谨慎了一些，进攻节奏开始放缓啊。那么王师傅也开始选择切换策略啊，不跟你硬碰硬，开始用出其不意的啊精准一击，想要去，哎呦这一拳，直接，哎呦，站不起来，打硬了，呼吸急促，心跳加速。直接打到僵直，咱们刚才看得非常清楚，是硬生生的直挺挺的倒了下去。不愧是我们射击高手第29代传人啊！这一拳力量非常的大。而反观我们的王师傅啊，只是一脚为脏。